12比49，落后37分的奥沙利文强行扎杆拼机会。这山呼海啸的掌声，还有双方家人的现场助阵，火箭和塞尔比超级硬碰硬，成就了史上最好看的抢赛点大战。此时高分彩球全都没有下球线路，火箭只能用2分的黄球进行调整。好球，长台红球也是嘎嘎准，而且也顺利衔接到黄球。明明是手拿把掐的手摆位，没想到火箭率先翻车了。你敢相信这是火箭打出来的低杆？赶紧看一下 P 档，只要转移视线够快，尴尬的就不是我。但是回到座位的火箭还是没能绷住，像极了犯错的孩子。塞大师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，赶紧进入全力防守的状态。漂亮极了，塞大师防守功夫就不用多介绍，但是火箭完全不惯着，接下来这一杆直接把全场点。经典的十字回旋防守，母球犹如自带导航，精准的藏在他飞球身后。现场解说直呼这不是真的，台下观众可是彻底看寒。塞大师真应该庆幸火箭不是防守型球员，不然自己可能真没有今天的成就。观众席塞夫人的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担心。好球，理论上来说这已经是最优解法，看似好像漏了一个红球中台，但这种大角度可以说非人类难度，但是挑战极限从来都是火箭的招牌亮点，而且事关谁先抢到赛点，这一球没有不拼的道理。太可惜了，红球吃到带脚没进，中带老王子也有不灵的时候。最要命的是红球还直接大漏，火箭满脸的不开心。事关15万英镑的冠军奖金，难道真要让塞尔比率先拿到赛点吗？塞大师精准的打进红球，但是却没有想象中的顺利，白球的落点并没能衔接到合适的彩球。这要换到现在，塞尔比肯定毫不犹豫转防守，等待时机。谁还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？非常遗憾，好容易硬气一次，但是结果太不尽人意。塞夫人紧张的就差蒙住自己的双眼。落后34分，台面最高还有35分，这杆红球必须要叫黑。火箭现在比划的就是打黑球后白球的落点，打一球想3步，已经是他们最常规的操作。好球，母球分毫不差落在预想的点位。精彩，完美的绿球手摆位。此时台面贴库的篮球就是塞尔比最后的一道保险。火箭的亲友团也看得非常认真。袋口的咖啡球已经没有角度去支持 K 球，这一杆单叫篮球就是决胜的关键。火箭也紧张了，白球走大了一些，这个半台的贴库球难度很大，这该死的紧张感，塞尔比只能低头吞着口水。终究还是打薄了，决胜的关键时刻，剧本迎来了又一次的反转，塞大师直接飞奔上台，因为接下来的环节正是他如鱼得水的防守大战。不愧是大场面先生，巨大的压力下，斯诺克也是抬手就赢。但是这个解球并没有难度可言，火箭能否反做一杆，抢回防守主动权才是关键。
母球很可惜没能藏在黑球身后，虽然反做没有成功，但是好在篮球的落点还算安全。面对超分的篮球，塞尔比满眼放光。你能想象这样的大角度，塞尔比居然敢去拼球吗？虽然没能打进，如此敢打敢拼的塞大师，值得为他点个赞吧。Running shot with side that has been catching him out occasionally. 火箭再次来找黑球，无奈力度稍大，再次给塞尔比漏球。奥沙利文无奈的返回休息区，可能他也觉得这局要交代，但是全场最紧张的还要数塞夫人啊。嚯，这就属实太意外了，给你机会了，你不中用啊！球还没有停下，现场观众大呼罗尼，火箭走在哪里都是自己的主场。又是一个大角度中带，但是这次中带老王子当仁不让。好球，轻推也能够做到空心入袋。火箭队力度的把控太绝了，亲友团已经开始提前庆祝，塞大师也只能瞪大惊恐的双眼，硬碰硬的打法根本就干不过火箭。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他对自己的打法有了新的思考。The pink's there. What a frame to pinch. 51比50，火箭成功的超1分决胜，率先进入赛比。这是火箭最满足的笑容，看着眼前不敢出杆的艾伯顿，现场球迷都劝他胆子大一点，而无计可施的大魔王干脆交出球杆，你行你来打。这是2012年世锦赛首发，回望2005年世锦赛，火箭被折磨的上蹿下跳，还有现场睡觉的经典名场面。7年后的火箭终于打通了任督二脉，用魔王最擅长的防守，让魔王无路可走，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。这杆母球虽然没能藏到咖啡球身后，但这个完美的后斯诺用来对付艾伯顿还是绰绰有余。导播这个特写必须加俩鸡腿，毕竟艾伯顿25次的极限运杆早已经是魔攻的最高境界，估计每打一场比赛，左手都要换一层新皮。回防线路被粉球完美截停，而且左侧红球直接大漏，但是艾伯顿丝毫不慌，因为现在的局面基本没有连续得分的可能。打进粉球，火箭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角度。上一杆没能藏到咖啡球身后，这次他再也不会心软。完美到爆炸，就这么一颗半球的位置，母球硬生生的挤了进去。如果火箭一门心思要打防守，那这几十年的台台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感受折磨。确实难度不小，艾伯顿第一杆偏差的有点多，但是庆幸的是红球都很安全。火箭巡视一圈江山，选择让裁判复位重解。艾伯顿的魔攻也正式上线，但是今天火箭却一反常态，丝毫没有任何着急的感觉。果然，对付魔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自己完全不受影响。第二杆的调整仍然不够，火箭已经躺赚8分。好球，仅仅2次尝试后顺利拿下，并且零敲碎打的追回了一分。而下一局的火箭仍然气定神闲，就是要用防守彻底击溃艾伯顿的内心。还是这个熟悉的配法，一杆不算完美的后斯诺，显然不能让火箭满意，但招不在狠，实用就行。此时右侧红球是有回防线路，但是选择贴球无疑性价比更高。火箭的脚步几乎和母球同时停下，他是万万没想到，过于小心的艾伯顿又送上4分大礼，确实没有留下任何进攻机会。火箭转了一圈，还是回座位继续看戏。
现在反而是艾伯顿心态炸了，火气上头的他也顾不上继续磨球，出杆速度明显加快了不少。还是不敢发力，简单的贴球连续失误2次。现场的球迷问他是不是没吃饭，艾伯顿无语的交出球杆：“你有力气你来打。”休息区的火箭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2005年所受的折磨，今天终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第3杆必须要解到了，不然这一局会被直接判负。艾伯顿扶着锃亮的美人，心想噩梦终于可以告一段落。但是火箭这才刚刚上演，必须接着安排防守，继续看戏。俗话说物极必反，这一次回防线路全被锁死。狗急跳墙的艾伯顿决定孤注一掷，这对组合球就是要大力出奇迹。其实艾伯顿刚出道时，长发飘飘也是出名的快枪手，而这样犀利的进攻也是他年轻时的标志。不过逝去的岁月终究无法重现，接下来又是无聊的磨球时间。最终火箭10比4拿下了这一轮的胜利。丁俊。